从胡志明落地越南，误入了红灯区，坐4个小时的大巴，逃到了我心中认为宁静的美奈渔村。我有一点失望了。胡志明去年我就曾经短暂的停留，它的繁华拥挤依旧，古老的殖民建筑和崭新的现代高楼大厦带来的视觉冲击力真的是不小。花30块钱乘坐这里的游览观光巴士，就能够大致的了解这一座城市的主要风光。可惜的是，碰上了热爱大声聊天的越南游客，兴致全被扫光了。这里的摩托车和小轿车真的就是一拳的距离在并行，数量多到超出你的想象。我通过 Grab 打了3趟车，都是新的电动汽车，他们有自己的电动车品牌。出行之前，我只会粗略的做一些攻略，为了方便预订酒店什么的，因为做攻略实在是太累人了，并且当旅行变成了只是为了执行一个计划的话，将会变得很无趣。我只是带着700块美金现金就出发了，因为我知道越南是可以用 Grab 打车的，里面我绑定了银行卡，所以车费不需要单独支付。酒店也可以从 APP 上面支付，所以少带一些现金也是可以的。从机场出来，用13块美金买了一张30天的流量卡，店员给我找零了一些越南币，刚好可以晚上吃一点东西。第2天再去银行换钱，因为机场换钱汇率都比较低。司机从机场把我送到了我预订的酒店公寓，他说我的目的地到了，我都被吓住了。这不是红灯区吗？是那哪那个？这位大哥上前禁止我们拍照，最后他还是很友善的为我们带路找到了酒店。这里的环境比大家从电影里面看到的要更热闹、更直接。这一个破旧的城中村被香艳的灯光笼罩着，散发出来的晴雨色混杂着下水道的味道。同行的朋友在里巷被禁止拍照之后，想着到外街来拍一下，最后还是被一个美女店员跑出来，恶狠狠地从背后拍了一掌。看来曝光这里真的是会严重的影响他们的生计，否则的话也不会这么在意了。巷子窄到只容许1台电动车通行，白天也看不到阳光，但是却变成了餐厅，外卖骑手不断的前来取餐。城市的配套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众多的写字楼白领找不到可以消费的餐厅，所以附近就冒出了很多的流动摊位。最受欢迎的肯定是咖啡了，我尝了2杯，味道也还真不错。这个热闹的场面，就让我想起了20-30年前的香港。城市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格式化的餐厅、商场、公园，都只是在不停地换些方式，重复再重复罢了。在胡志明待了2天之后，我就坐上了大巴前往美奈了。车程需要4个小时，从网上买好的车票是80元左右。胡志明市区的道路建设的真是不错，像摩托车和小轿车的分流就非常的有规划性。反观我们国内的电动车，这么多年了，还是属于3界不入，人行道、机动车道它都可以走。离开市区之后的道路，依然感觉是很新的柏油高速公路，但是司机只是最高开到了80公里的时速。美奈，一个多么漂亮的名字啊！国内的美奈小馆餐厅唤起了我对美奈渔村的兴趣。从地图上面看，这个渔村很奇怪，有一大片的黄色，这不是代表着荒芜、干枯的黄土地吗？它怎么能和海边有关联呢？
大巴其实只是在高速上面行驶了3个小时，后面的1个小时都是在纷纷的让乘客下车。这挨着海边的商业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和渔村挂上钩。酒店的阿姨在路口刚好碰见了我们，给我们带路。走入这个巷子，看着这些多彩的围墙，野花丛生，海风吹来，再抬头看看这些高高的椰子树，终于有了一点点到了海边的味道。50块钱租了一台摩托车去转一转，但是这破烂的道路虽然是一直在海边行驶，但是这令人紧张的驾驶感受和在城市里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终于来到了渔民收网返航的码头，数量惊人的渔船停泊在这里，岸边就是海鲜市场。这种特色圆盘形的渔船，颜色各异，给渔村这个名字加分了不少。但是这满地的垃圾，还有污水的味道，又把分数全扣光了。哇，cái này dày quá. Cái gì ăn đây? 现在是早上的4点半，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去看日出了。这台哦，这个迷你的小车来接我们。看着这条双向4车道，你很难相信，这里就是美奈下镇。在酒店前台预订的时候，只说了180元就会有吉普车来接我们去参观4个景点，时长大概是4个小时。但是到了白沙滩之后，才得知需要另外加钱，才可以坐他们的越野车到山顶去看日出。只有2个选项，要么就是240元自己开车上去，但是限时20分钟；要么就是坐他们的穿梭越野车，不限时长。价格是180元。这边还有月亮，然后现在要去看日出。现在这个 ATV 越野车带我们去白沙滩的那个山顶上面看日出。刚才一样，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装到包包里，因为这里会很陡。OK， 哦，已经好多人在这里等，因为选择这个方向。大家都是正常的，开始要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月亮还在。
好像是把这个泥土把它给解剖开了，做一个切面，下半部分是钟乳石，上面部分是红泥土。哦，เขามีนี่นะ milk นะ。美奈的地貌的确很特别，白沙滩、红沙滩，紧挨着的又是绿洲中的莲花湖和汪洋大海，视觉上的震撼是值得一看的。但是这个渔村正散发着暴发户的气息，如果你想要宁静、有着渔舟唱晚的感觉的渔村，美奈并不是，正好相反。这里正在向着繁荣迈进。